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ngle， 歡迎大家收看我的解放之路。很多人都在問，想潤要怎麼準備啊？其實我也在想這個問題。有關於技術層面上的事呢，已經有很多大 V 講過了，他們也比我專業的多。但是呢，我想強調一個不是技術層面，但是也很重要的點，就是要提前學習潤的目標國家的社會歷史，學習人家文明世界的公民精神。要不然你去了之後，你生活也不習慣。你就像很多咱們印度人移民到了海外之後，還整天看新聞聯播，刷牆內的局域網，只和印度人同胞接觸，完全不去融入目標國家的社會生活，甚至有些人還要跑到人家國家去當小粉紅，跑到人家文明世界去當紅衛兵，跑到人家的街頭去搞紅色宣傳，被人家當作過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那這種人，你就算是潤成功了，你也只是人家社會的一個蛀蟲。就算潤成功了，你也創造不了什麼價值，你就只能吃老本，混吃等死。你就算潤成功了，精神上還是一輩子的奴隸啊。所以我說，要提前學習目標國家的社會歷史、公民精神，生活方式方面都可以稍微晚一點，等到了那邊之後再學，這個是可以的。但是學習人家的社會歷史、公民精神，需要看很多書或者是影視資料。那尤其是咱們這種長期被印度共產黨洗腦的人嘛，腦子裡面就缺乏現代公民精神，那學這些東西它就非常困難，等於是要給我們的大腦徹底的刷個機，清除這套舊的系統，還要建立一套新的系統，這個確實是很難的。當然了，其實還有一個更高級的任務，那就是提前先在目標國家建立哪怕是一丁點兒的社交影響力，建立一丁點兒的人脈嘛。你讓你落地了之後，不會在那邊一個朋友都沒有，非常的孤獨，舉目無親，兩眼一抹黑，是吧？你要是提前能在網上交到一個目標國家的朋友了，那就太好了。但是這個任務呢，更是難上加難。那要怎麼做呢？毫無疑問，第一步是要先學語言。那這個我就不用多強調了，大家都知道了啊。當然，學習語言本身也非常困難，而且這一點我非常慚愧。最近確實也是論文開題特別忙，但是呢，可能也確實有懶的原因吧。但是我絕對最遲不會懶超過1月11號。1月11號之後的視頻，我一定每期更新都必須要包含學習的內容。如果沒有，請大家打我臉狠狠的罵我。學語言肯定是第一步，肯定是第一步。你沒有完全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面，身邊就沒有目標國家的人，那自然就沒有那樣的語言環境嘛。你要靠自己去收集資料，埋頭讀書，看視頻，關注新聞，甚至要去參與他們的社會話題的討論，這真的是一件苦差事啊！而且短期之內又收不到任何肉眼可見的這種成效，這一定會讓你懈怠的。但是呢，我有一個想法，你們聽一下怎麼樣？那就是做自媒體。大家認為怎麼樣？你就把學習目標國家的語言，學習他們的社會歷史知識，了解他們國家的公民精神、法律制度，關注他們的這個時事新聞，參與他們的社會話題討論，把這些東西作為你練習語言的素材。你學語言總是要看着看東西的嘛，這個就作為你學語言的素材，也作為你更新自媒體的每期的節目的內容甚至是結交朋友的契機。如果你能這樣子堅持下去的話，往好了說，你也許真的能在潤之前就先交到一個國家的朋友，落地了之後你就不會孤獨了噻。那次一點的話，就算沒有起到什麼實際的作用，你至少你這個號要是做起來了那你有點收入，那也還不錯唄。最差的情況，那無非就是你啥也沒得到，但是你至少通過這種形式把學習任務給堅持下來了。你過得了人家的語言關，到了那邊的社會堅持下來了之後到了那邊的社會就是落地了之後，你也不會兩眼一抹黑，基本生活還是能夠自理的。你也不會成為像我前面所說的那種肉身雖然自由了，但是精神上還是奴隸的這種印度人。這就是我建立這個賬號的初衷。
我也特別希望吸引到這種志同道合的人，請大家關注我，和我一起進步啊！其實我也鼓勵大家都去建立自己的頻道，你們也去發你們的論學日記啊，我也可以來關注你們，給你們點讚。當然了，我知道有些人比較害羞，可能也不太擅長拍東西啊、剪視頻呀，或者說在鏡頭面前一說話就害羞啊，講不出話來啊。沒關係，你可以關注我，把你的故事告訴我，把你想講的東西告訴我，你講出來，我幫你拍出來，我幫你剪成視頻發到我這個頻道上面，讓這個頻道變成大家的頻道，記錄所有想潤的人的故事。大家覺得我這個想法怎麼樣？嘿嘿，點讚關注，一起進步。我是江狗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